男人先是故意打开水龙头放水，然后制造出厕所维修的假象。等上完厕所的日本人出来时，他便迅速从后面死死地勒住对方，并凭借身高的优势将其吊起。很快日本人就停止了呼吸，不过他却并没有因此结束自己的行为，而是把日本人直接拖进了隔间，并将其伪装成正在上厕所的模样。为了不让人发现，他甚至还用特制的铁钩将隔间的门给锁上了。随后男人便拿上日本人的公文包，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出了厕所。看着外面到处都是伪装的便衣，阿成知道这件事肯定瞒不了多久就会被人发现，于是他立刻换上衣服后就从后门离开了酒店，并第一时间找到在对门等他的大哥。先生，我们得走了，马上。虽然明楼明知阿成已经完成了任务，但为了不引起其他人的怀疑，他还是故意装作十分不舍地起身离开，随后便马不停蹄地坐车准备前往机场。在路上，他本打算查看日本人包里的文件，却不料发现里面不仅全都是关于他的资料，而且还有他最近几年详细的行踪，这不禁让他的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。虽然阿成表示这些资料日本人并没有外泄，但明楼却认为此事并不简单，因为他已经猜到对方的幕后主使。谁？南田洋子，特高科。回到上海以后，和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。从今天起，遇事不许私自做决定，除非早已生死选择。是。随后两人便安全地登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。明楼也在规定的时间内上任了汪伪政府的特务头子。他本打算通过汪曼春了解上海当前的局势，可不料阿成却告诉他，根据他刚刚掌握的情报，汪曼春为了抓捕抗日分子，不仅处决了所有的嫌疑人，而且就连自己刚谈的男朋友都没放过。这不禁让明楼意识到，她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天真烂漫的少女，而是被仇恨与权力吞噬的恶魔。就在他们还在商量该如何更好的伪装的时候，不料这时南田洋子却突然到访。我听周佛海先生说了，明先生是经济界和情报界的一颗明珠，这次把你盼来，是汪主席之幸，也是76号之幸。南田客栈过奖。随后明楼便示意阿成给自己倒酒，不料这时南田洋子却突然叫住了他。还没等他们搞清楚情况，南田洋子就直接拿起了自己的酒杯。不介意吧？当然不介意，我来就是来分一杯羹的。南田洋子见状也直接将酒倒了一半给明楼，而明楼也没有丝毫的犹豫，就将其一饮而尽。因为他知道南田洋子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，就是为了试探他的身份。随后为了让自己的身份无懈可击，明楼便第一时间来到了76号。正所谓新官上任3把火，他的这第一把火就直接烧到了2位处长的身上。这是一份上个月的暗杀名单，仅仅1个月的时间，新政府就损失了新任官员21名，几乎每天都在死。明楼的这一番话吓得梁仲春立刻就紧张了起来，不仅表示自己已经尽全力开始补救，而且还枪决了在押的抗日分子。不料明楼等的就是他的这一句话，因为他发现在76号枪决的抗日分子中，居然有一个仅仅只有8岁的卖花姑娘，并且案的罪名竟是破坏案发现场、扰乱治安。这是共产党，这是重庆分子吗？这是草菅人命！眼看梁仲春被说得哑口无言，明楼也立刻就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，因为他在名单中还发现被杀的人有一半都是梁仲春之前的同事，而且还似乎都跟他有些过节，这让明楼不得不怀疑他这是在公报私仇。此话一出，让梁仲春瞬间就又吓出了一身冷汗。而就在他还在思索该怎么狡辩的时候，不料这次明楼却话锋一转，表示自己非常理解他这样的做法，毕竟他做这些只是为了立威，并不是为了跟梁仲春结仇，甚至还可以让梁仲春以后少杀自己人。虽然他的这一番操作立刻就让梁仲春对他俯首称臣，但让明楼怎么都不会想到的是，他的弟弟明台却在飞机上被人给盯上了。